这是一台常见的轻薄本，轻带来了便携，薄让眼睛愉悦，电源4触点，电池可拆卸，源动力用之不竭。键盘能打碟，14毫米随心节，哪里都是音乐节。屏框4窄边，摄像摆中间，整机黑色稳如岩。A 面再贴点2次元，生活乐无边。欢迎来到比巴评测室，我是猪王。工作原因我会经常出差，随身携带一台笔记本可谓是家常便饭了。这个时候除了便携，笔记本颜值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了。毕竟帅可是一辈子的事儿啊！想象一下啊，我在飞机上赶稿的样子虽然很狼狈，但是我闪亮的持家之眼却着实很靓仔啊！这种感觉就好比我在大学课堂上掏出一台顶配的外星人 X14， 甚至可以获得舍友的优先教父权。近年来，像视频开头这样进可健身、退可防身的傻大黑粗越来越少见了。笔记本的审美似乎经过了版本更新，而厂家对新版本的理解呢，却没有标准答案。那些带着新意或者新意的外观背后啊，或多或少都带点猜你喜欢。那么花里胡哨的设计会比常规设计更受欢迎吗？哪台笔记本的外观能够脱颖而出，得到最多人的喜欢呢？大家愿意为好看的外观多花钱吗？各位，欢迎来到第1届比巴评测室笔记本电脑选美大赛。首先，我挑选了9台我个人觉得比较好看，同时各有特色的机器，在动态中做了投票调查。如果一台笔记本电脑不考虑性能、价格、实用性，只看外观，大家会更喜欢哪种设计呢？每人最多可选2项，也欢迎在评论区补充啊。历时3天，共有1万多位朋友参与，谢谢各位。最终获得的得票情况呢，我们一会儿再说。先让我们来看一看可爱的朋友们在评论区都做了哪些补充，提到了哪些我们没有提到的尤物。微星的绝影14啊，这个机器熊猫配色，尾灯也低调优雅，可以安排。看到了吧，买1万块钱笔记本的人也用瓶盖散热啊。然后是喜欢白色的朋友还蛮多的啊，我自己也挺喜欢的。应该是喜欢白色的意思吧？啊，对苹果的刘海怎么看？这苹果我不熟啊，但我认识个人，他懂。我觉得一个好的设计，它一定得有它的合理的目的性。那我觉得刘海这个东西呢，是在 iPhone 上是为了解决 Face ID 的问题存在的。那我觉得不好看，但是可以有。但是在 Mac 上，它没有解决任何实际的问题。MacBook 的刘海里面是为了放一个摄像头，可是我觉得放一个摄像头好像不需要这么大的空间吧？它又没有给我们 Face ID， 对吧？没有给用户给任何的这个附加性的功能，它仅仅是放在那里一片死黑的区域。那怎么会有人觉得它好呢？好，那感谢热心市民马先生啊，也感谢大家的热情留言评论呢，就先看到这里，让我们来揭晓线上投票的结果吧。第1位是本土豪门明星选手 MateBook X Pro， 它身形优雅，体态轻盈，异于常机的淡粉肤色，带着些薄怒轻嗔的娇羞纯真。它最终得票14%，取得了第3名的好成绩，遥遥领先。第2位选手 AdoBook 13，少见的渐变撞色，可以说是本次比赛上比较大胆的风格啊。可惜呢，它不太上相，再加上名气啊不如其他参赛者，算是吃了2方面的小闷亏啊。最终得票4%，稍逊于 MateBook X Pro， 进入前8就算成功啊。下一位是今年的新星 Gram 16 Style， 它来自韩国名门 LG， 单薄的身体承载着傲人的容颜啊，美的流光溢彩，如梦似幻。我愿称之为 Gram 一族的颜值担当，他最终得票11%，排名第5。然后是下一位小新 Pro 13S 故宫版，这位选手身上有种红砖金瓦的厚重感，喜庆里透着些热闹。我本来还挺喜欢的啊，直到我看到了这位朋友的评论，更喜欢了。他最终得票2%，屈居第9，上升空间最大。第5位选手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天选机。当前比较主流的性能派体格，再加上呢不那么主流的多半好评的肤色，着实让人眼前一亮。他最后得票9%，排名第6。不怪天选机不争气啊，只怪对手过分美丽。
下一位选手更是重量级，谦谦公子，白润如玉，血脉相承的大杀器，持家之眼，还可以变换形态。这样的幻14可以说是10分甚至9分的好看，直接以22%的得票率拿下海选第一，好评如潮。接着是与幻14师出同门的冰刃，充分证明了除了白瘦路线，充满科技感的现代硬汉风一样可以夺人眼球。他最终锁定第4名，得票数占比12%。接下来是 XPS 13 Plus， 同前辈相比，它在无界方面更进一步，并且呢，交互方式也改变了套路，整体观感非常精致。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那就是工艺品。它最终得票17%，小输幻14，锁定第2。最后我选了位传统肌肉猛男，不过事实证明，傻大黑粗的时代大概是过去了。战神 G8 的票数成绩并不理想，只有6%，排名第7。但是往好的方面看，他也是仅次于天选的选手啊。以上就是第一轮网络海选投票的结果了。诚如各位所见啊，幻14和 XPS 13 Plus 这种公认的俊男美女，踩在了更多人的审美上，不出意料的受到了更多青睐。没有过多花里胡哨的设计，但是质感和配色花了心思的 MateBook X Pro， 与不走寻常路、带着科技探索感的冰刃双屏走了2条不一样的路线，也都收获了好评。其余几位虽然各有亮点，奈何对手太强劲啊，稍显有心无力。这样的结果不知道和大家的预期有没有出入呢？但大体上和我预料的是差不多的啊。但网络评选只能看照片，没有办法面对面，称不上视觉诈骗啊，但有一定的缺陷，所以我们选出了第一轮投票靠前的2台机器，加上2台评论区提到的高人气机器，再加上2台外观比较常规的电脑，邀请了50位朋友进行线下投票。大家可以拿起机器，感受到实际的做工和质感，观察4个面的每一处细节。比起只看图片和视频，这样应该更能准确地反映出机器本身的真实颜值啊。每位朋友有2票，可以投给同一台机器，也可以投给不同的机器，总计100票。给大家3秒云投一下票。好，看结果。首先是拯救者 R7000P 和 ThinkPad X1 Carbon。作为我们挑出来的常规外观笔记本，它们一个代表近几年比较主流的游戏本外观，另一个则是造型比较经典的轻薄办公本。悲惨的是，它们加起来一共只得到了可怜的5票啊，常规阵营完败了。然后是 MacBook Pro， 情况稍微好一点，但不多，最后得到了12票。以苹果的设计、工艺和质感，再加上金光闪闪的 logo， 只有这么几票，说实话是比较出乎我意料的。就算强如苹果，这一次也不得不暂避其锋。这样看起来，花里胡哨的设计确实比常规设计要更受欢迎啊。接着是第3名，由大家补充的微星绝影14得到了24票的好成绩，比后3名加起来还要多啊。熊猫配色，再加上微星的龙盾标志，还有酷炫的尾灯，这台机器在外观方面确实有不少亮点，而且这些亮点也帮助了它得到大家的认可。最后是在线上刚战过一次的幻14和 MateBook X Pro， 线下的成绩分别是31票和28票，幻14以微弱的优势再次拿下第一。果然啊，强者从不抱怨环境啊，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双料冠军。谁能拒绝那个闪闪发光的矩阵呢？你说是吧？不过线上赛的时候，幻14的得票其实领先了足足57%啊，这个差距还是很大的。但到了线下赛，它的领先却大幅减小，最后只是险胜。不严谨的说，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看时机的感觉和看图片的感觉确实差别挺大的。这可能是正面的，也可能是负面的。有时候不仅仅是色差这么简单啊。如果大家有想买的机器，条件允许的话，还是建议去实体店摸摸看看，免得网恋被骗。不过幻14想拿到最终冠军也没那么容易啊。考虑到少部分的外出使用场景是在室外，我们还对线下赛前2名的机器进行了户外加赛，在街上找了20位有缘人，请他们把票投给觉得更好看的机器。觉得这2个哪一个好看一点？粉色的。粉色的吗？你觉得呢？这个是白色的。好，这个看。这2台笔记本，您觉得哪台更好看一点？这个吧。这个。好，谢谢。你觉得这2台笔记本哪个更好看一点？好看。这个好看是吧？对啊。好，谢谢。就是您觉得我手里这台笔记本和他手里这台笔记本哪个更好看一点？
更倾向华为。啊，这台是吧？好，谢谢您。那您觉得哪台更好看？好，谢谢。我觉得是这个粉色更好。这个是吧？其实这个也好看。这个是吧？好，谢谢，谢谢。这两台笔记本，您觉得哪台更好看一点？这台是吧？好，谢谢。就行了。就行了。谢谢。这您打算买别的颜色的吗？白色的还是？银色的或者灰色的吧，就比较稳重一点。最近在关注这个。哦，好，行，谢谢你啊，谢谢。这么强。在耀眼的阳光下，幻14最强大的武器光线矩阵被削弱了。MateBook X Pro 必须考虑这是否是它此生仅有的机会，它背后是属于轻薄本的荣光。最后 MateBook X Pro 把握住了机会，小胜幻14。综合室内室外2次得票的情况，幻14以1票之差险胜 MateBook X Pro， 脱颖而出，得到了最多人的喜欢，拿下了第1届比8笔记本电脑选美大赛的冠军。让我们恭喜幻14，也感谢和他鏖战到最后的 MateBook X Pro， 还有其他选手的参加。本次大赛到此就告一段落了，有太多不足之处啊，比如名额有限，好多机器没放出来；再比如有的机器刚刚发布，我们还没有拿到啊。不过好消息是，短期内我们应该不会再办第2届了啊，这些不足可以不用改了。还记得视频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说过的3个问题吗？现在其中2个有了答案，而第3个问题，我想请你一起回答。刚刚看完了这么多笔记本电脑，你愿意为了更好看的外观多花钱吗？或许你愿意和我们分享一些你的看法，这能让我们的视频更加完整，谢谢你。就我个人而言，笔记本电脑是一个要长期使用的伙伴，如果它能更好看一点的话，那我用起来会更舒心一些，所以适当的加价呢，我也是可以接受的。但如果为了这个外观要花太多额外的钱，那我觉得就有些本末倒置了，还是要理性消费。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喜欢的话，不妨来个长按点赞，一键3连支持一下我们。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每天互动，可以关注一下比8评测室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交流买本心得，帮助电脑小白。这是比8评测室，我是猪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